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呢，还是蛮看美国的脸色的哦，包括很像是美联储的升息，对，无可否认了。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美国是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我们并不只是跟美国有贸易往来嘛。比如说字节跳动，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要设立他们的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完全是依赖美国。这个降息是真的会持续下去吗？现在感觉上市场是蛮乐观的。降息来讲的话，有可能会再发生。OK。我们在过去好几个月，其实我们也是处于一个蛮两难的一个状况。同一个经济数据，市场可以有2个不同的解读。常说的那个杯子倒满一半是水，你觉得是杯子是满的还是空的？你觉得说美国大选的成绩是不是也会改变我们是否要持续乐观下去呢？你们自己有没有就是押宝在哪一个候选人上面？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来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干爹 Five Life。但是呢，我想要问伟豪这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刚刚大学毕业嘛，然后现在在实习，像你这样子年纪的人呢，我很好奇，你们会开始想要买保险吗？我目前已经有2个保险了，保单，一个是医疗保险，然后另外一个是储蓄保险。但是会不会担心未来会断保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保险涨价的问题嘛。那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专题。现在看到很多人因为付不出保费，然后被断保的情况，其实你会担心吗？我会担心啊，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款可负担、方便的人寿保险 Five Life。对，可负担这3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哎。那 Five Life 呢，它是为50岁以下的女性呢来提供便宜的人寿保险啊，而且保证是最低价哦。那如果你找到比 Five Life 更加便宜的话呢，Five Life 还愿意退还差价给你，是不是很佛心？是，而且不只是给女性，给男性也有哦。对于符合条件的35岁到45岁的男性呢， Five Life 也有提供给你保费最低的人寿保险计划，每个月只需60令吉起，你就能够获得高达100万令吉几百万的保险保障。哇，几百万听起来真的是很诱人啊！但是为什么 Five Life 它可以提供这么优惠的保单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提供全线上的服务，没有保险代理，也没有代理佣金，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而且它申请的过程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也不需要你去填写一大堆的表格啊，或者是进行体检等等的，只需要在线申请，1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获得保障咯。而且最赞的是，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只需要拨打给他们的客服专线，就有专业的人员呢，他会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完成所有的索赔程序，只需要打电话，什么问题都帮你解决。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就到 www.five.life 来了解详情。 Five Life 让你安心无忧。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美联储降息的这个话题啊。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呢，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呢都一直是维持在 5.25%， 但是呢，现在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啊。美联储呢在9月份的 FOMC 的会议上面呢，就宣布了4年以来首次的降息，而且是直接降了50个基点。那么这项的宣布呢，标志着全球资产可能会进入变盘期。那其实这一次的宣布呢，也让大家可以算得上是引颈期盼了非常久啊。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都一直不断的在玩这个猜猜看的游戏啊，大家一直猜，结果好像都没有猜到这个美联储降息，现在终于被大家盼到了。但是盼到了这个降息，对我们马来西亚来说，又意味着是什么呢？我国的经济是否会因此而受益？马股会不会迈向1800点呢？那马币非常明显的啊，因为这一次的降息呢，似乎是变得非常强劲，不是似乎啦，拿掉似乎，它真的是变得比较强劲了啊，相对强劲，那达到了2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问题是
马币这样子强劲的走势，它是能够持续的吗？今天我们就来欢迎 TradeView Capital 的投资组合经理黄子伦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子伦，欢迎你。谢谢你能姐，谢谢邀请。是我想今天第一个问题就要来问你这个降息，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马币变得比较强劲但是我们的经济会不会因着这次美国的这个降息而有带来一波的这个让我们经济更加看好的一个局势呢？包括了像我们的 GDP 是否因为这样子而受到提振？我们的股市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有望达到1800呢？那基本上就是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经济，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融市场。是。那从经济上来讲的话，其实所谓的令吉的走强，其实是有。它其实是有一些些微的一些我是可以说是帮助吧，因为 GDP 的计算方式来讲，它有几种计算方式，那其中一个计算方式它是会计算我们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入口这方面的。那一直以来，因为令吉在过去2年当中是比较疲软的一个现象，那导致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入口这方面的那一个所谓的金额是相当之高，所以我们的贸易顺差其实没有可以表现得更好，但是没有办法表现，因为令吉的关系。那现在如果当令吉比较走强的话，那自然我们这个贸易顺差就有望其实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上调因为在所有的条件的同等的情况下，令吉的走强是可以提高的贸易顺差，然后进而带动我们的 GDP 成长。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经济层面来讲，令吉表现的比较好，其实是有利于国家的 GDP 的前进了。那另一方面呢，股市来讲的话，如果说股市直观的说法，那自然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所学的就是你的利息的降低，其实可以提高现在所有的未来的折现现金流的那个总价值。那这么说来讲，而且再加上许多的在外国的投资者，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者，因为美联储的降息，那使得在那边的收益率或者投资回报率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说他们可能会寻找一些新的投资地点，一些新兴市场，那其实就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也是有看到说有许多的外资其实在今年有在持续的买入，那我们的综合指数也是一度来，我觉得应该是徘徊在1650点这个区间嘛。那我们觉得1800点确实是一个可以展望的东西，只不过说会不会在今年实现，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挑战的，因为我们说的是KLCI 的前这个30家的总市值嘛，它总市值是 1.1 兆令吉，那从目前的水平到1800点，大概是个18% 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我们在说这个是1000亿令吉的这个所谓的价值的上调，我觉得在今年要实现的话，可能会有点挑战，或许跟明年的话，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了。OK， 好，那我们真是可以来展望一下，看看明年大家的这个希望会不会成真？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好，我们来谈一下马来西亚的财政赤字会不会因为美国的降息而有所改善这个课题你自己认为是怎么样子呢？其实对我们的财政赤字的问题，它是一个新的挑战呢，还是说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否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财政赤字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可能有办法帮助一点点，但也是不多，因为源自于其实马来西亚如果我们看所谓的国家政府的那个总开销来讲的话，我们在利息方面的贷款利息的开销，其实在是460亿令吉，就是2023年的数据。那460亿令吉当中，其实所谓的外币贷款的那个利息开销，其实占不到2%。因此它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我觉得帮助不大的。如果这个是这种天文数字的帮助，其实也是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想说要让整个国家进入下一个水平，所谓的质的飞跃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言之过早。然后另一方面，如果提到外汇储备的话，其实这个是很技巧性的，就是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货币单位来计算。如果我们全部都换算成令吉的话，那无可否认，现在在我们对美元跟令吉之间那个汇率的变动，我们的外汇储备以令吉计算的话，无疑是减少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切还是以美元为计算单位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外汇储备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当健康的水平，是大概114个 million 吧，这个水平USD 的水平，那其实是足以应付我们的许多的短期的债务的需求，然后也可以应付我们一些进出口的需求。我觉得外汇储备方面其实可能就我觉得更多像是顺势而为吧，而不是说希望能够从这个所谓的美联储降息当中获益多少。好，那如果我们来看说这个美联储降息是否能够影响马来西亚的这个通胀水平啊？那是否会对于物价的稳定构成压力？消费者的购买力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到提升吗？你怎么看？如果从数据来讲是比较难，因为那如果我们讲我们通膨的那个所谓的一篮子里面的物品里面的那个各个组成的比例来讲，会受到美元或者令吉影响的可能不多，因为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计算在本地的所谓很基础的开销的所谓的必需品的价格。但是如果我们讲我们平常生活所能感受得到的那个所谓的通膨水平，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过去2年当中，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一些物价上涨，因为你的原材料可能是从国外入口的，又或者说是在国外加工的进入马来西亚，那因为你的令吉比较弱势，那商家最后也把这些成本价格上涨全部转嫁给消费者。那在如今这个情况底下，我认为说其实是有助于让消费者和以及商家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进而可以进一步刺激他们的购买力。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观察的就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计划出国旅游，因为令吉的这个的汇率比较划算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是令吉的一个走强来讲，其实对于整体的国家的消费水平或者是购买力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我自己个人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令吉它走强的关系，本来我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了，我只安排了一个旅程，后来我又追加一个，是但是你刚才有提到说，对于入口来说，这是一个利好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令吉走强，但是对于出口来说，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呢？出口来讲的话，其实一般经济学理论都是说会有影响，但是也要取决于我们出口的产品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把马来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都列出来的话，你会发觉它都是电子产品、石油或者是化学产品，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中油、油中之类的产品。那以及一些机械，这些都是一些我认为说对我们的在国外的所谓的那个终端的那个所谓的客户来讲，或者是终端消费者来讲，其实它确实可能是稍微变得稍微贵一点点的。但是对于他们总的那个成本来讲，可能不多，影响不大。举例来讲，就是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所谓的电子产品，或者所谓芯片的那个所谓的测试商，其实他们的终端客户可能就是苹果。那确实那个产品可能最后是变得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对于苹果来讲，或者是进入你的苹果手机的整个成本来讲，它可能也就是那1%到2%，或是少于5%的这个所谓的调整而已，这不会影响的非常之大。除非你讲的是马来西亚，它是我们所出口的产品，它是占据那个最后的那个最终商品的大部分的那个成本，那么就另当别论。否则的话，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讲，是可能会有一些量上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讲，我们出口的产品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都是而且是很难取代的。就石油跟中油方面，其实它的需求都是非常之强劲，所以我觉得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可能就是现在我看到最多人在辩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呢，还是蛮看美国的脸色的包括很像是美联储的升息，对，跟这样对很多国家都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政治口水里面就有人会是说，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呢，它现在强而有力的一些政策，所以就让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呢，能够趁着这个势头而上涨。你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子来观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不管是马币也好，或者是股市的未来的这些我们所期待的这些增长似乎还是蛮看着美国的脸色的。那我们的经济是否就只能够是看美国的脸色？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样子讲好了。
无可否认了，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美国是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贸易伙伴。那因此国家的所谓的 GDP 经济成长其实都相当之依赖，但是我们并不只是跟美国有贸易往来吧，我们有跟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比如说中国，其实我们也是有跟它相当密切的贸易往来。而且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大家在今年看，或者是说近来年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那如果你去翻看历史的话，或者是说一些现有的数据，其实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是有所谓的数据中心的，已经有数据中心在这里运转了，只不过说它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比如说英伟达啊，或者是微软这些，他们所带来的那个所谓的市场营销的那个效果，我觉得是相当之好。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有引入非常多的所谓的中国的客户对于数据中心的需求，比如说字节跳动，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要设立他们的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完全是依赖美国的。那无可否认说，你有美国企业的那个所谓的入资，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宣传效果啊，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不需要去否认，也不需要觉得去有什么好害臊的。因为我觉得许多国家也是引以为傲，因为你能够吸引到强大的科技龙头进入马来西亚投资，其实它在侧面说明了我们正在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可能在曾经一段时间我们有暂时失去的，比如说所谓的政权稳定，或者是政治稳定，或者是我们的政策能否不要是朝令夕改的，就贯彻到底的，然后有一些好的所谓的赋税计划。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在现任政府的所谓的推行都在推行这方面比较轻商的大方向。是啊，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哦，就是像是美联储降息，它可以算是一个机遇，或者是它可以是一个外部的因素，对，但是就取决于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对，像您刚才所说的政治稳定，然后把我们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外资它就可以看到我们，因为它可能就要把资金从美国或者是比较大的市场移出来的时候，它就会选择我们。对。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可能就会推动美元的走弱嘛。那这是不是也会有助于马来西亚进一步来改善我们的国际贸易的条件呢？国际贸易条件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我认为或许会有，但目前我想象的，因为我所理解的，一般来讲，贸易条件来讲，主要还是能不能有更好的，我们能不能加入一些更强大的一些贸易合作，或是经济合作组织，那或者是说签署一些更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双边贸易的这些所谓的法律框架，我觉得这会是比较相对的比较重要的。而目前美元的所谓的这个或者说弱势吧，我觉得它可能会促成的一个局面就是美国企业来讲，它会倾向于他会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整个所谓的新兴市场，那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只不过说要让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决定，比如说从美国或是拨一部分的拨款进入新兴市场，我觉得让他们能够去到这个决定的那个影响力的话，还是取决于说美联储在接下来会不会继续的降息。那因为目前也只是个50个基点，而且也不是太清楚说未来走向会怎么样，所以因为毕竟市场有预测，但是它可以不会发生，因此也就取决于说，如果未来有进一步降息，那就会进一步的迫使或者是提供一些够大的经济诱因，让他们去马来西亚设厂或者是进行投资。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先发生，然后当他们来的时候，或许我们在进行一些谈判方面来讲，会相对的没有这么的吃力了。但是我现在就突然间很想要问这个降息是真的会持续下去吗？现在按照美国现在的他们的市场的一个情况，你自己怎么样子预判？因为现在感觉上市场是蛮乐观的，认为他们会一直降息，然后一直为我们马来西亚或是东南亚国家带来利好。但你自己观察有这么乐观吗？我觉得其实降息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降息或许还会这个所谓的幅度可能会再发生。OK 只不过说我们在过去好几个月，其实我们也是处于一个蛮两难的一个状况。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同一个数字，同一个经济数据，
市场可以有2个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个杯子只有倒满一半的水，你觉得是杯子是满的还是空的？那过去来讲，市场其实在两边不断的徘徊或是摇摆。有一部分的市场观察者认为说，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那自然是注入很多活水。但是有一部分呢就很担心说，其实它预示着美联储看到市场有很大的危机，或者是他们会出现软着陆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其实不好。所以它是属于这2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双方在不断的进行拉锯战。目前来讲，我觉得持乐观的比较占上风一点点，起码这是一个所谓的已经是期盼许久的一个降息嘛。那我觉得这个热情、这个乐观的情绪，也许还会再持续。只不过说，我们觉得要稍微留意的就是，这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在发表公开讲的时候，他的所谓的那个官方所谓的那个官方声明吧，跟上一次的FOMC 会议稍微有点不同，它更多注重在于说美国的所谓的就业状况，它的劳动力市场到底是会不会良好，能不能够支撑美国人的所谓的未来的那个所谓的收入。因此我们觉得说，可能在未来的我们需要更密切关注的不再是通货膨胀率了，而更多是要关注说他们的所谓的我们叫非农就业指数啊，或者是那失业津贴领取的指数啊这数据方面，我觉得会是比较关心这些东西的变化。那今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乐观情绪还可以再持续的。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盲目的乐观。我觉得我们会更建议说，要开始进行一些怎么讲，进行你的投资组合要进行一些调整，会是比较谨慎的做法了。你觉得说美国大选的成绩是不是也会改变我们是否要持续乐观下去呢？你们自己有没有就是押宝在哪一个候选人上面？我们个别当中每个人都对双方的候选人都各有喜好了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去押宝他到底是哪一个会胜出，因为毕竟这个方面不是我们的专长，而且我们也觉得说这样子去押宝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是风险蛮大的，是因为除非你说你要买什么特朗普概念股，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我们觉得这方面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也不会去做这方面的行为，因此我们会更加专注于在一个观点，就是不管谁胜任都好，那美国它接下来会很难逃开，或者大概率事件会是怎么样，我们更加会关注这些东西，比如说美联储降息，或者是美国会有出现软着陆的这些状况，或者是说美国的科技业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狂欢的那个尾端了，那这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部分，而与其说去关注谁胜选呢？但你们会不会去思考说，不同的候选人胜选的话，可能在政策上面它会比较倾向于影响到这个美联储持续降息这件事情，还是你觉得说其实2个候选人他们在这个部分的政策其实是差不多的？目前来讲的话，比较明显看得出是特朗普他是非常支持降息的当然他们市场也是认为说他其实有个人的议程，因为他希望他的贷款的压力没有这么的重但一方面来讲，我们又觉得说美联储其实它有维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而且鲍威尔他本身并没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他甚至连对于降息或升息与否，他这个决策我们也很难把它归类为纯粹的鹰派或鸽派他是一个纯粹去看数据形式的一个东西。这个人你不好听的说叫随波逐流，好听的话就看数据说话形式了所以我们觉得目前是看不出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自己的国行是不是也会跟着降息呢？你自己怎么观察？国行会降息应该不大可能了因为一般来讲央行会降息，他们主要的动机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看到市场有一些经济下行的，就比如说上一次国行很激进的降息就发生在 COVID 期间嘛，因为为了给市场注入很多的活水，那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那如今来讲大家如果没有感受得到我们的经济状况有像那一次的这么的严峻的话，那自然国行就没有动力去降息了。更何况我们今年第2季的 GDP 那个成长率其实录得一个6% 成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相当之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国行是没有那个降息的那个所谓的动机。那自然我也不希望它升息啦那我也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暂时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当中，一直升息可能性我觉得也会比较少。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个利率或贷款的这个成本，可能暂时我们不需要太担心吗？就可能就是维持不变一段时间了。OK，好，接下来要问股民们很关心的问题啊、降息之后对于大马的股市有什么样子直接的影响啊？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策略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呢？你有什么建议吗？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降息方面，我觉得可以结合我们公司这里的所谓的那个我们目前对市场的观察和看法，我觉得结合两个方面来看吧。从8月、9月的那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股市的回调，我们都发觉有许多的被大力抛售的，或者是说跌幅比较剧烈的那些股票，都是在今年至今就是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涨幅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就愿意去套利，或者说叫止盈吧，就是把那就所谓的 take profit。那我们发觉它有这个现象非常之明显。因此我们会认为说，如果要更好的部署的话，其实应该就要寻找那些可能市场还没有太关注的，或者说估值比较便宜的。虽然讲说热门的板块、热门的股，它还是有人继续的追捧，但是我们认为说它的所谓的潜在回报率或者那 potential upside 其实不多，或者它可能多，但是与之相比，它的下行的风险也蛮多，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就不划算，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会需要进行这方面的调整。那今年至今上涨了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建筑板块啊，或者是地产啊，甚至是包括通用事业，就是 utilities 的，这些都上涨了非常之多。我觉得我们会倾向于对这几个板块保持谨慎的态度了。至于说美联储降息的话，会对这个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如果我们回去那个理论，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外资在进入新兴市场马来西亚的股市的话，那么蓝筹股无疑是他们的首选。因为不只是这些公司的本身的基本面够好，他们 ESG 也好，他们的流动性也高，因此对于许多外资来讲都是非常之容易进出的。那流动性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关键的需要考量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从过去的1个月左右，其实我们的金融股、本地的金融股、尤其银行股，其实都上涨了非常之多。那这都是显示着外资在强力的买入。而且我们也发现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从数据上来讲，其实外资至今今年其实买入3个板块，它的买入非常之多。一个就是金融板块，一个就是建筑板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通用事业板块，这几个都是外资买入的比较多的。而与之相对的，我们的散户朋友们，其实他今年至今，其实他们目前来讲，他们只有买入2个主要板块罢了，一个就是消费者产品，一个就是产托。这个是最新的就是9月中的数据。如果我们拿在6月末的数据来相比的话，那时候的本地的散户其实他们更多买，他们其实还有买入相当多的金融股的。但是你进入了这9月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大量抛售出去了，都大量的卖给了外资。那我觉得这可显示出其实双方这2个阵营之间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角度的不一样。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倘若外资在持续的激烈的买入马来西亚的股票的话，那么如果他们再继续的买入所谓的金融股或者那高流通性的蓝筹股的话，本地股民可能就需要被迫要要追高。我觉得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注意。或许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讲，一些本地的一些蓝筹股的估值已经不具备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所谓的从外资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这个部分来获利的话，也许你可能维持一个小比例的一个投资的寸位吧。那可能就是一个可能10%，那倒是有，你也可以从中受益。即使没有这些大型的蓝筹股，他们的派发的股息其实也可以帮你抵御一部分的风险。我觉得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策略了。是。既然你都已经提到了百分比了，那我就要来请教你关于整个投资组合你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大家应该在面对现在的一个经济局势的一个转变，我们应该要怎样子来重新调整以及审视个人的投资组合呢？
首先是取决于那个本身的所谓的投资者他本身的那个所谓的对于现金的那个需求吧。我们就姑且假设所有人都已经能够有具备一定的所谓的紧急准备金了啊，这个我们先假设啦。那我们再进入说你有闲钱投资的话，然后我会认为说可能会把一部分的资金放在那种可以带来一些比较好的股息的啊，然后估值没有这么高的股票。目前来讲，我们发觉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行业有特别的倾向，说哪一个行业特别的便宜。所以我觉得大家投资者可以自行去寻找他们喜欢的，或者他们熟悉的那些股票来，或者是行业来买入，而至于说风险来讲，我会认为说，估值今年已经是上涨了非常之多了，比如说建筑行业、房地产、通用事业这方面的，你要选择如果要买入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的那个所谓的仓位要比较少一点点，然后可能尽可能维持一个大概6-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吧，就比较就取决你要多谨慎还是激进一点。如果你激进的话，那就可能就60%是在那些比较成长的股，然后40%是比较防御性或者是股息性的。OK 然后反之，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可能这个就把它倒反过来，就60%是那些股息比较重的股票了。OK， 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记得64。OK，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好，今天非常谢谢子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谢谢。对，那我也不晓得今天要再来预告下一次的邀请子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主题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有重要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局势的转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想到子伦。那谢谢子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能姐。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子伦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啊！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